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。今天我们快速的来说明一下勇哥的Server00脚本的一些变化。打开勇哥的Server00的项目，我们拉下来，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Server00专用的 SSH 一键脚本，点击复制，然后粘贴，回车。脚本跟之前有一些变化，加入重启进程选项。因为有些情况下主节点会不通啊，你可以选择3进行一个主程序的重启。选项4的话就是在线更新脚本。每次勇哥发布新脚本的时候，在下方啊，它会提示脚本的版本号以及更新的内容。此时你可以选择4进行更新。然后第7点，删除所有端口并随机生成新端口啊。那这个功能的话，主要是有些情况下啊，你用着有些端口就不通了，你必须重新要生成端口，而这个端口的话，建议大家随机生成，因为你手动设置的话，可能还是不通。默认原先是已设置这几个端口的，这里都会显示，选择7就可以随机生成，你就没必要再次进入Server00的网页界面进行端口的删除重置。那我们现在开始重置一下，选择7重置。删除原先的端口，然后再重新生成新的端口。重置端口的话都会断开 SSH， 我们再连接一下，输入脚本。那现在我们开始安装啊，首先我们选择1。安装过程跟之前的教程一样，你可以不用想，默认回车就可以。这些端口你也不用填了，自动会复制啊。那临时隧道的话，我们直接回车跳过啊。OK 啊，主进程已经启动啊，但是 ARGO 的话还是失败了。ARGO 临时隧道的话，它的成功率并不是100%的，失败的话也无所谓啊，不影响。它在后面饱和的过程中，可能就会自动成功啊。ARGO 的失败不影响你其他的节点。接下来安装多功能主页 ，OK 啊，运行完毕。订阅链接像 Steambox 订阅链接，我们看一下 ，OK 啊。那这个订阅链接你可以用在订阅系的客户端里面。那我们先输入快捷方式啊 ，SB 回车。那主菜单这里也会给你一个提示啊，默认节点被强啊，可以在客户端地址啊更换上面任意一个显示为可用的 IP 啊，这个大家要清楚啊。那然后的话，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多功能主页地址，就是这个地址，我们复制一下，粘贴。主要有3个功能，它有3种路径功能。第一种-up，就是在末尾加入-up。回车，它就会执行一次保活。输入-re 是重启，-re 输入回车，那这样就是重启了一下应用程序。这个重启功能其实和脚本的这个选项3啊，重启主进程是一模一样的，主要方便你在网页上重启啊。然后第3个，查看你的节点是-list，然后再斜杠你的 UUID， 好，然后我们再输入 UUID， 然后你再回车。这里的这个界面啊，其实跟你脚本运行完这一个界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方便你在网页端上进行一个查看，或者是复制相关的订阅链接，或者是单节点的链接，以及相关的一些参数。进入主页，它就会提示3种路径，这个大家要清楚。那我们这里最关注的还是这一个保活页面，保活页面后面-up 啊，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保活网页地址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，就是如何自动运行保活网页。那如果你不设置自动运行保活网页的话，发现节点不可用的时候，浏览器输一次也能起到保活效果啊。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累。那这里的话，勇哥的脚本推荐了2种方式，第一种就是 GitHub 方式。第2种方式用到 Workers 的方式，两者的区别就是一个要用到 GitHub 的自动运行 Actions， Workers 的话你要用到创建 Workers 的代码。那2种方式的话，大家可以随意，大家可以直接 fork 我这个项目啊，可以直接运行 Actions 了啊。设置定时的时候，我默认是设置为每10分钟运行一次。点击右上角的这个铅笔，把下面这2个的井号给去掉。那这样的话，每10分钟运行一次才会激活，然后点击保存。下面设置变量，点击 Cities， 点击下面这里有一个 Actions， 添加一个变量，变量名称 HTTP， 然后变量值直接复制你的保活网页
注意带 HTTP 啊，你有多个保活网页啊，比如说 S10、S11、S12，那每个保活网页都用逗号隔开啊。那这里我只有一个，那我就显示一个吧啊，然后点击保存。OK， 那这样的话保活就已经设置完毕啊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Actions 这里，我们看一下手动它是怎么运行的啊。我们点击 Run， 刷新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过程啊。运行过程也是非常快的啊。OK 啊，它这里会提示，恭喜啊，运行正常啊，成功拉起一次保活。那这个就是 GitHub 拉保活啊。那很多小伙伴啊不喜欢用 GitHub， 那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直接用 Workers 保活。打开你的 CF Workers 啊，点击 Workers， 点击创建，点击 Workers 啊，快速开始。网页名随便写一个，点击部署，然后再点击编辑代码，然后我们打开 workers keeps.js 这个文件啊，把这个代码复制过去，覆盖粘贴啊。那这里的话已经给你举出示例了啊。那每个保活网页之间留空格就可以啊，这里就只有一个保活网页啊。那我就把这个保活网页给复制过去，注意也要 HTTP 开头啊。粘贴啊，我就这一个保活网页啊，然后点击部署 OK 啊，那这个 workers 地址的话它会显示没有内容啊，这个无所谓啊。那我们最关键的要设置它的保活间隔时间啊，我们退回去这里点击设置，拉下来有一个触发事件啊，点击添加，点击 CRON 触发器，然后你就可以输入你的保活频率了，设置分钟啊，默认是30分钟啊，那你可以设置其他时间，比如说10分钟、15分钟啊，这个就随意了啊。那我这里随便输一下，比如说20分钟，每20分钟运行一次保活网页啊，然后点击添加，那这样的话就搞定。你可以查看事件，要30分钟才能显示啊。那我原先我已经创建过了啊，我这里设置的是15分钟啊，那每15分钟它都会运行一次保活网页啊。OK 啊，这个就是 Workers 的方式。那 Workers 和 GitHub 两种保活方式，你喜欢哪个就用哪个啊，你也不用再找相关的第三方进行保活了。这个主要是针对 SSH 脚本进行的一个更新。原来的 CRON 我已经移除了啊，因为毕竟 Server00 进行重置的时候，它会把 CRON 给全部清除啊，那你 CRON 也没什么意义了，所以用保活网页还是方便一点。那 GitHub 部署以及 VPS 部署的话，我这里也小小的更新了一下，主要更新的内容就是加入了一个重置端口，多了一个 REP 这个参数 ，N 是不重置。Y 是重置 ，REP 重置端口也是必填的啊，除非你要重置端口，你选择一次 Y， 中途肯定会报错退出，然后你再改成 N。那现在我建议大家3个端口都留空，默认它会去找随机端口。VPS 以及 GitHub 部署的小伙伴你要注意。好，那这次脚本的更新说明的视频就说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